大家好，我們今天用蘿蔔和花生米來做一個好吃的。吃蘿蔔我們一定要選擇這種霜降後的蘿蔔，而且蘿蔔一定要選被霜打過的蘿蔔，這個時候的蘿蔔味道是最好的。因為蘿蔔為了抵抗寒冷，維持正常的生命活動，會把自身的一些澱粉分解為糖分，這樣蘿蔔就會帶着一絲的清甜，非常的好吃。蘿蔔洗淨之後，把洗不乾淨的地方用削皮刀削掉，乾淨的蘿蔔皮就不用削了。蘿蔔皮的營養也是非常的豐富，而且口感好。今天我們用2個小點的蘿蔔就夠了，處理乾淨之後先放一旁備用。接下來準備一把花生米裝入碗中，然後加入清水，把花生米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灰塵清洗乾淨。洗淨之後把水倒掉，然後倒入清水浸泡30分鐘，再把清洗乾淨的蘿蔔用擦絲器擦成細絲。這裡我們選用青蘿蔔或者白蘿蔔都可以。青蘿蔔對肝臟更好，白蘿蔔對肺部更好，它們各有各的營養價值，對我們的身體都是非常有好處的。全部擦好之後，往裡面加入2勺鹽，把蘿蔔腌一下，腌出裡面的水分。用手抓拌均匀，腌5分鐘左右就可以了。接下來準備3個小米椒，切成小米椒圈。再準備1根青線椒，切成圈。最後再準備幾瓣大蒜，切成蒜末。切好之後裝入碗中備用。這時候我們的蘿蔔也已經腌好了，然後用力把裡面的水分擠出來，不要擠得太乾，保留一點水分，然後把它抖散，裝入大碗中備用。這時候我們的花生米已經泡好了，花生米最好提前把它泡好，然後控乾水分和蘿蔔放一起，再加入2大勺土豆澱粉，也可以用木薯澱粉或者紅薯澱粉，再用手抓拌均匀。像這樣抓一抓，如果不能抱成团，說明澱粉放得太少了。然後往裡面加入土豆澱粉，澱粉的用量能夠使蘿蔔聚集在一起，能夠抓成团就行。像這樣把它团成像乒乓球一樣大小的丸子，把它团得結實一點，像這樣就可以了。然後把它放到蒸屉上，放的時候每個小丸子中間要留有縫隙。全部做好之後，把鍋中水燒開，再把做好的丸子放進來，然後蓋上蓋子，開大火蒸20分鐘左右。趁這個時間我們來調一個料汁兒。調料碗中加入生抽、米醋、小磨香油，然後攪拌均匀，先放一旁備用。這時候我們的蘿蔔丸子已經蒸好了，打開看一下，哇，晶瑩剔透的，這也太漂亮了，還帶着淡淡的蘿蔔清香，真的是太香了。這樣做的蘿蔔丸子一定要把蘿蔔絲蒸得軟爛的，咬上一口入口即化，還帶着澱粉的筋道，真的是非常好吃。都說秋冬的蘿蔔赛人参，所以天冷的時候一定要多吃蘿蔔，經濟實惠又營養美味。搭配上自己喜歡的蘸料，一口一個，真的是太香了。今天做的水晶蘿蔔丸子不僅顏值漂亮，它的口感有淡淡的蘿蔔香味，而且又劲道，非常的好吃。如果你喜歡，趕緊收藏起來試試吧。
我每天都會更新不一樣的美食視頻，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，謝謝您的支持。如果你學會了這道菜，全家人都會誇你是大廚。鍋中水燒開，下入肥牛卷，不用煮太久，在鍋裡燙個10來秒就可以撈出來了。處理好的金針菇放入砂鍋底部，再加入娃娃菜、泡好的木耳，還有粉絲和肥牛。好吃的關鍵是加入一包金酸湯料汁兒，其他什麼調料都不用放了。再倒入開水，蓋上蓋子，把湯燒開。燒開以後撒上蒜末、小米辣、小蔥，不喜歡辣的也可以不放小米椒。最後淋上熱油，激發出香味兒。哇，好香啊！喜歡的朋友趕快做起來吧。大家好，今天我們用洋蔥和雞蛋來做好吃的。把雞蛋倒入洋蔥裡，稍微攪拌一下，就那麼的好吃。首先我們來準備2個洋蔥。洋蔥最好選擇這種紫皮洋蔥，它的營養價值非常豐富，裡面的鉀離子、維生素含量都非常高，還有豐富的花青素。我們多吃一點這樣的洋蔥，對身體好處還是非常多的。清洗乾淨之後，切去頭尾，然後再把它對半切開，再改刀切成4瓣。切洋蔥的時候會經常被燻得眼睛流眼淚，今天教你輕鬆化解。把切好的洋蔥放到清水裡面，再往裡面加入1勺食鹽，然後攪拌一下，讓食鹽化開，然後把洋蔥浸泡5分鐘左右。接下來我們準備一個去皮的胡蘿蔔，先切成厚厚的薄片。搭配胡蘿蔔不僅可以豐富口感，而且營養也是非常的豐富。胡蘿蔔切成細絲之後，再改刀切成小丁。切好之後裝入碗中備用。接下來再準備一個青椒，切去頭尾，再從中間切開，把辣椒籽去掉，然後改刀切成細絲，最後切成小碎丁。切好之後和胡蘿蔔放一起備用。接下來準備一個蘋果，然後加入1勺食鹽，把果皮搓洗乾淨。清洗乾淨之後，再把蘋果对半切開，然後再切成4瓣。再把果核切去不要，再改刀切成薄薄的厚片。蘋果的營養也是非常的豐富，所以我們平時沒事都可以經常吃一點蘋果。最後改刀切成小碎丁。全部切好之後裝入大碗中備用。接下來我們把洋蔥切成細絲，用鹽水泡過的洋蔥切起來就不會辣眼睛了，不然的話真的是切一次哭一次。最後把洋蔥切成小碎丁，切好之後裝入大碗中備用。接下來再準備一個洋蔥，把它切成洋蔥圈，然後再把洋蔥圈像這樣一個一個掰下來，像這樣就可以了，先放一旁備用。再準備4個雞蛋，打入小碗中。然後用筷子把鸡蛋攪散，再慢慢的把雞蛋液
倒入洋蔥裡面。接下來調味，加入1小勺鹽，1小勺胡椒粉，1勺生抽，然後充分攪拌均匀，讓所有食材都能均匀地裹上鸡蛋液。攪拌均匀之後，再往裡面加入1勺麵粉，再加入1勺土豆澱粉，然後繼續攪拌均匀。攪拌至沒有乾麵粉，像這樣粘稠的菜糊狀就可以了。接下來鍋中加入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再把洋蔥圈一個一個放進去。如果一鍋放不下，可以做2鍋。再把蔬菜糊放進來，用勺子整理平整，像這樣把每個圈都填滿。表面撒點黑白芝麻，增香點綴。然後蓋上蓋子，小火慢慢烙，先烙3分鐘左右，烙至表面定型，然後給它們翻一面。哇，現在就已經很香了，這個顏色也非常的漂亮。然後再蓋上蓋子繼續烙，再烙3分鐘左右。我們把蓋子打開繼續烙，然後烙1分鐘，翻一次面，大概再烙3分鐘左右。勤翻面，餅子不容易糊，這樣能保證表面金黃，裡面也熟透了。像這樣表面微微鼓起，就說明已經熟透了。這一鍋餅全程大概8分鐘左右就可以出鍋了，全程都用中小火慢慢烙。一道非常簡單又快速的洋蔥餅就做好了。它的外觀小巧圓潤，顏色金黃金黃的，一口咬下去，外酥裡嫩，真的是太香了。這樣做的洋蔥餅有蛋香，還有濃郁的洋蔥香，還有蘋果的果香，口感軟糯，各種蔬菜搭配，而且營養也是非常的豐富。對挑食的孩子來說，這個早餐餅真的是太好了。如果你喜歡，趕緊收藏起來試試吧。我每天都會更新不一樣的美食視頻，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。謝謝您的支持。將煮熟的紅棗放入料理機中，打成碎末，加入1盒牛奶，300克自發麵粉，攪拌均匀，無需發酵。碗中刷一層薄油，倒入調好的麵糊，醒發半個小時。醒發好後擺上紅棗，放入蒸鍋中，水開後蒸30分鐘，然後關火燜3分鐘。哇，好香啊！鬆軟香甜的棗糕就蒸好了，喜歡的朋友趕快做起來吧。這個茄盒太好吃了，咬一口外酥裡香，而且做法也特別簡單。茄子像這樣切成2片，中間一刀不要切斷，然後把調好的肉餡夾在中間。外皮酥脆的關鍵是加入這包小酥肉專用粉，適量的小酥肉粉倒入碗中，然後打入1個雞蛋，再倒入少許清水，調成這種粘稠的麵糊狀就可以了。將茄盒裹上麵糊，油溫6成熱時下鍋炸，用中小火，每面炸3分鐘，炸至表面金黃酥脆後控油撈出。這樣做出來的茄盒，外皮酥脆，肉餡鮮香滑嫩，而且做法特別簡單。喜歡的朋友趕快試試吧。起鍋熱油，打入4個土雞蛋，煎至一面金黃後，翻面煎另一面，煎得焦一點會更香。煎好後切成小塊備用。砂鍋中油燒熱，倒入蒜末和蝦仁，用小火翻炒出香味。火不要太大，否則蒜末容易炒焦。當蝦仁
炒紅，蒜末炒香後倒入開水，然後放入煎好的雞蛋和切好的豆腐塊，蓋上蓋子，用小火燉8分鐘。準備少許乾裙帶菜，只要一點就能泡發很多。泡好後放入鍋中，再加入鹽、胡椒粉、枸杞，這時候就可以關火了。裙帶菜含鈣量特別高，是牛奶的10倍。家裡孩子正在長身體，所以會經常做給他吃，味道特別鮮美，大人小孩都愛喝。喜歡的朋友趕快做起來吧。很多朋友都聽說過藕粉，其實每天早上喝一碗藕粉，再好的化妝品也比不過它。藕粉在民間被稱作女神粉，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喝都非常好，零脂肪、低蔗糖，飽腹感特別強。只需要用剛燒開的熱水直接沖泡就可以了。剛好現在商家有活動，買1桶送1桶，而且還贈送一個非常漂亮的玻璃杯。喜歡的朋友歡迎點擊視頻下方的鏈接了解詳情。大家好，今天給大家分享一個豆腐的懶人做法。這個做法大家從來都沒有吃過，做法簡單又好吃，而且還非常的營養。首先我們準備一塊稍微嫩一點的老豆腐，把它放在案板上，先切成薄薄的厚片，厚度在1厘米左右就可以。然後再改刀切成1厘米左右的長條。最後我們把豆腐切成1厘米左右的小丁，豆腐丁盡量切得小一點。全部切好後裝入盤中備用。接下來準備一個小碗，打入3個雞蛋，然後加入1小勺鹽，增加底味。再加入1勺料酒去腥增香，用筷子把雞蛋打勻攪散。我們這個雞蛋液需要攪得嫩一點，所以在攪拌的時候用筷子調幾下，這樣攪出來的雞蛋液特別的嫩。攪好之後，把雞蛋液放入大一點的碗中，然後加入1.5倍的溫水，這裡一定要用溫水。再用筷子攪拌均勻，把雞蛋液和溫水充分攪拌至融合在一起。攪好之後，再準備一個勺子，把上面這些浮沫給它撈出來，一定要把浮沫撈乾淨。然後先放一旁備用。鍋中倒入1大碗清水，開大火把水燒開。水開後，把豆腐丁倒進來焯一下水。豆腐丁焯水有2個好處，一個是能夠去除豆腥味，還有一個是在烹飪的時候熟得更快。焯水的時間也不用太長，1分鐘左右就可以了。然後把豆腐丁撈出來，再把豆腐丁放到雞蛋液裡。放好以後，再用手把碗震幾下，把豆腐震到碗底，然後再把它放到蒸鍋裡，再蓋上一個盤子，防止水蒸氣滴入，而且熟的也更快。再蓋上蓋子，用大火燒開，上氣之後大火蒸20分鐘，然後準備1根胡蘿蔔去皮，再對半切開，用半根就夠了。先切成薄薄的厚片，再改刀切成粗粗的細絲，最後切成小碎丁。切好之後裝入碗中備用。接下來準備2個香菇，把香菇蒂剪下來不要。先切成薄薄的厚片，最後改刀切成香菇丁。切好之後裝入碗中備用。再來準備幾根洗乾淨的芹菜，把芹菜切成小碎丁，
切好之後裝入碗中備用。再準備一把小蔥，蔥白、蔥葉分開切，把蔥白切成蔥花，切好之後裝入碗中備用。再把蔥葉也切成蔥花，切好之後裝入碗中備用。再準備一塊生薑，先切成薄薄的厚片，再改刀切成薑絲，最後切成薑末，先放一旁備用。再準備2塊錢的瘦肉，先切成薄片，再把它剁成肉末，切好後裝入碗中備用。接下来把鍋燒熱，加入食用油，油熱之後倒入薑蒜末，然後轉小火炒出香味。炒香之後，再把肉末加進來，把肉末炒散，炒出水分。炒肉末的时候可以加1小勺鹽，這樣能夠快速的把肉末炒散。把肉末炒香，再把香菇丁加進來，胡蘿蔔丁和芹菜丁也加進來，然後繼續翻炒均勻，把所有食材都炒出香味。炒香之後加入半碗清水，接下來開始調味，加1小勺鹽，1小勺雞精，再加入少許五香粉，1小勺白糖提鮮，1勺蠔油，1勺生抽，1勺老抽，然後攪拌均勻，大火燒開，最後加入1勺水澱粉，用大火把湯汁煮至粘稠，像這樣就可以了。然後關火，先放一旁備用。這時候我們的雞蛋豆腐也蒸好了，然後把鍋蓋打開，再把盤子取出來，看一下，這樣蒸出來的雞蛋特別的嫩。然後把它取出來，再把我們調好的料汁均勻地淋在雞蛋上面。哇，看起來就非常的有食慾。最後再撒上點蔥花點綴一下，一道非常好吃的雞蛋豆腐羹就做好了。這個做法非常的簡單。我們這樣蒸出來的雞蛋豆腐非常的嫩，看一下，真的像果凍一樣嫩，看着就流口水。而且我們在雞蛋裡加入了豆製品，還有瘦肉和各種蔬菜，它的營養也是非常的豐富，特別適合老人和小朋友吃。如果家裡來客人了，做上這麼一盤也是非常的不錯。如果你喜歡，趕緊收藏起來試試吧。我每天都會更新不一樣的美食視頻，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，謝謝您的支持。蛋撻還是剛烤出來的最好吃。今天我就教大家如何自己在家做蛋撻。碗中打入3個雞蛋，倒入250毫升純牛奶，加入2勺白糖，攪拌至融化。再用篩子過濾一下，這樣蛋撻液會更加細膩。我們先將蛋撻皮拿出來解凍，解凍好以後倒入調好的蛋撻液，不要倒得太滿，8分滿即可。烤箱提前預熱，180度烤25分鐘。哇，好香啊！真的是外殼酥脆，奶香味十足。美食外賣的銷量冠軍黃焖雞怎麼做才好吃呢？同樣的食材和調料，為什麼別人做的就比你做的還好吃？你只需要記住這3點。如果你喜歡吃帶骨的雞肉，或者是懶得剔骨，請忽略這一步。雞肉切成大塊，盡量讓每塊雞肉都帶皮，這樣每一口都會鮮嫩多汁。首先，煎的時候要雞皮朝下，只需要很少的油，因為雞皮裡會有很多油脂。先不要急着翻面，把它煎幾分鐘，把裡面的油脂全部煎出來，一直煎到雞皮起這種焦殼，這種焦殼才是黃焖雞塔諾的關鍵。
然後再把雞肉翻面，讓每塊雞肉都帶這種焦殼。再用煎出來的雞油炒香薑蒜乾辣椒，然後把它們倒入砂鍋中。第二點，想要黄焖雞做得好吃，需要加入1包正宗的黄焖雞醬汁兒。加入這個黃焖醬汁可以不用炒糖色，不用放黃豆醬，也不用放蠔油，就連鹽和味精也不用放了。最關鍵的是這個醬汁好吃還不貴。土豆要像這樣切，不規則的表面可以釋放更多的澱粉，還可以讓湯汁更加濃郁，而且還好用筷子夾。最後蓋上鍋蓋燉15分鐘，出鍋的時候可以撒一點彩椒。黃焖雞是必須帶一點湯汁的，完美的黃焖雞應該是雞肉彈滑，土豆輕輕一夾就破。第3點，也是黃焖雞最重要的一點，就是一定要湯汁拌飯。哇，太好吃了！大家好，今天給大家分享一個梅菜扣肉，非常簡單又好吃的做法。首先我們準備8塊錢的五花肉，五花肉最好選擇這種下五花肉，這種五花肉做出來非常的軟嫩，口感比較好。然後開火把鍋燒至冒煙，把五花肉放進來，豬皮朝下，像這樣來回擦一擦，這樣能去除豬毛，也能去除毛腥味。這一步很關鍵，我們做梅菜扣肉才會更香。燙至像這樣就可以了。然後用清水把它清洗乾淨，一邊清洗一邊用刀像這樣刮一刮，把豬皮上的髒東西都刮乾淨。洗乾淨之後，再把它切成小塊，像這樣1分為2，切成4方塊就可以了。切好後，把它放到鍋裡，像這樣豬皮朝上，然後加入薑片、蔥節，1勺料酒去腥，再倒入清水，没過豬肉，然後蓋上蓋子，用大火燒開，焯水5分鐘左右，然後把豬肉撈出來，先放一旁備用。再準備一個大碗，加入適量的梅乾菜。這個菜做出來比肉還香，可以多放一點。然後倒入溫水，把它泡開，浸泡1個小時左右。然後鍋中再加入清水，再把焯過水的五花肉加進來，然後加入蔥、薑、八角、桂皮、乾辣椒、香葉。這個時候豬皮要朝上，要不然容易粘鍋。再加入2勺料酒去腥，然後攪拌均勻，蓋上蓋子，用大火燒開。大火燒開之後，再轉小火煮40分鐘。現在我們的五花肉已經煮了40分鐘了，用筷子能夠輕鬆穿透，就說明已經煮熟了。然後把它取出來，放入大碗中，再用牙籤像這樣扎一扎，多扎一些小孔，這樣會更加的入味好吃。扎好之後，再加入2勺老抽，然後用手把它塗抹均勻，讓五花肉上色。塗抹均勻之後，放一旁醃制10分鐘。然後鍋中加入少許食用油，開大火，把油溫燒至冒煙。冒煙之後再轉小火，提前把鍋蓋準備好。等一下崩油的時候，我們就把鍋蓋蓋上，然後轉小火把五花肉加進來。蓋上蓋子，炸10秒鐘左右。10秒鐘之後，我們給它翻一面，然後繼續再炸1分鐘。在炸的過程中，我們繼續給它翻面攪動，炸成這樣8面金黃就可以了。
然後慢慢的把它撈出來。炸好之後直接放到涼水裡面，豬皮朝下泡10分鐘左右，這樣能夠使扣肉快速的起虎皮。10分鐘之後我們來看一下，這個虎皮扣肉非常的漂亮。然後把它放到菜板上，切成薄薄的厚片。我們這個肉片可以切得厚一點，這樣口感更好。全部切好之後裝入盤中備用。接下來準備一個大碗，加入2勺生抽，1勺老抽，1勺蚝油，1小勺鹽，1勺白糖，少許胡椒粉，然後充分攪拌均勻。調料全部融化之後，把五花肉片一片一片的加進來，把肉片裹滿料汁兒，然後擺到另外一個碗中，像這樣皮朝下把它擺放整齊，旁邊擺上緊實一點，像這樣就可以了，先放一旁備用。這時候我們的梅乾菜已經泡好了，把它撈出來放到清水裡清洗乾淨。洗淨之後，我們再控乾水分撈出來，裝入大碗中備用。把鍋燒熱，加入少許食用油，油熱後下入薑蒜末炒香。炒香之後，再把梅乾菜倒進來，翻炒均勻，炒出裡面的水分，並且炒出香味。炒好之後，把梅乾菜鋪在五花肉上面。哇，好香啊！把它鋪均勻，像這樣往下壓一壓，把它壓緊實一點，然後放到蒸鍋裡面。上面再扣一個盤子，防止水蒸氣滴落，然後蓋上蓋子，水開後蒸1個半小時。時間到之後，我們打開看看。哇，好香啊！香氣撲鼻而來。然後把它取出來，先把裡面的湯汁倒出來，再用大一點的盤子把它倒扣過來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。然後把料汁倒回來，最後撒點蔥花點綴一下，一道非常好吃的梅菜扣肉就做好了。這樣做的扣肉入口即化，肥而不膩，口感軟嫩，非常的適合小孩和老人吃。下面的梅菜更加的開胃下飯，比肉還香。如果你喜歡，趕緊收藏起來試試吧。我每天都會更新不一樣的美食視頻，喜歡我的視頻就關注我吧。謝謝您的支持。